好啊，欢迎回来数字美食频道，我是老高。异形地球第4集终于更新了，前面有3集，大家可以往前面翻一翻。众所周知，这类外星生物堪称冷血的杀戮机器，它们能完美嵌入宿主体内，甚至替代部分器官功能，稍加伪装便与宿主融为一体，几乎看不出任何违和感。贪婪的人类以为这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，却没意识到这扇门后连接的竟是无尽的地狱深渊。欢迎继续收看《异形地球》第4集，故事紧接上集展开。女主温蒂突然被莫名声波侵扰，当场晕倒在实验室地板上。经过一系列精密检查，研究团队确认温蒂竟能接收到外星生物的交流信号。首席研究员为保安全，暂时关闭了他的听力功能。总裁百伊卡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以他的洞察力，自然清楚这一发现意味着什么。他迅速清退无关人员，让研究员恢复温蒂的听力。随后下令模拟外星生物的交流频率，从最低频到最高频逐一测试。终于，温蒂准确辨认出外星生物的音频波段。可奇怪的是，其他混合人完全听不到这些声音，就像温蒂能随意入侵网络一样，他总能展现出一些超出常规的特殊能力。百伊卡激动地上前追问：“既然你能辨认，那一定能发出这些声音吧？”温蒂原地愣了几秒，随后口中传出诡异的声响，他真的成功模拟出了外星生物的声音。在场所有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，唯有哥哥赫米特觉得此事太过诡异，当即起身打断测试。首席研究员也及时出面劝阻，百伊卡才不情不愿地让温蒂先回去休息。但他内心早已波澜四起，满心都是与外星生物面对面交流的幻想，这可是足以开创人类先河的壮举。不过，对于任何可能阻碍他的人，他暗下决心必须及时清除。赫米特第一次走进温蒂的卧室，房间里还保留着多年前的旧物痕迹，这让他更加确信，眼前的温蒂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。过去，他无数次想带妹妹回老家长居，可天才公司的强行干预，让他始终找不到温蒂的下落。与此同时，白伊卡已来到另一间实验室，这里正进行异形幼崽的宿主测试。玻璃罩内的山羊成了目标，异形幼崽毫无畏惧地扑上前，残忍地挤掉山羊的眼珠并取而代之，随后蛮横夺取了宿主身体的控制权。白发领队捕捉到生物体的波形变化，断定这就是异形操控宿主的关键。不得不说，这种外星生物的进化堪称完美。玻璃罩外的百伊卡看得兴致勃勃，恨不得钻进罩内一探究竟。光头管家适时提醒，要是让外星生物跑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这些话根本没被百伊卡放在心上，他只要求光头管家帮自己扫清所有潜在阻碍。随后，光头管家立刻找到温蒂的哥哥赫米特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温蒂已经不是你的妹妹了，她是公司重金研发的混合人。”赫米特却坚持想带温蒂回家，光头管家只能让他认清现实，不仅温蒂是公司的私人财产，你还欠下巨额治疗费，之前给你更换的生化器官价值不菲。走投无路的赫米特只能妥协，答应留在岛上陪伴妹妹，绝不提离开的事。毕竟温蒂极有可能成为人类下一阶段进化的关键。为安抚赫米特，百伊卡甚至将他之前的队友安排到岛上执勤。但这还不够，他又把温蒂叫到私人办公室，谎称出于保密需要，公司必须把赫米特送出偏财岛。温蒂不愿与哥哥分开，当即表示愿意满足公司的一切要求。百伊卡暗自得意，顺势提出需求，弄清楚那些外星生物到底在说什么。对温蒂而言，这并非难事，他一口答应下来。可百伊卡没料到，研发异形的阻碍远不止温蒂兄妹。自从上次参与异常搜索任务后，混合人卷发的状态就一直很奇怪。这天，他突然找到自己的研发者梅丽，兴奋地说：“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”对这些混合人来说，梅丽如同半个母亲。听到消息的梅丽却愣住了，卷发的身体与生化人无异，全是硅胶和金属元件，怎么可能怀孕？但梅丽表面不动声色，示意卷发去办公室详谈。卷发说，早上醒来时，她清晰感觉到肚子里有一条小生命，笃定自己要当妈妈了。梅丽耐心解释，怀孕需要男女结合，而且你的身体没有怀孕功能。她试图讲解混合人的机械构造，却被卷发粗暴打断。梅丽心中恐慌，她从没见过混合人如此暴躁，猜测卷发在之前的任务中肯定遭遇了意外。可当梅丽提及异形生物时，卷发突然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，梅丽吓得差点失态，以她的血肉之躯根本抵挡不住混合人的攻击。于是她借口泡茶，悄悄叫来公司守卫，好不容易才打发走卷发。之后，梅丽立刻让守卫通知安全主管，这里发生了3起安全事件，卷发的暴力失控让他深感不安。混合人史莱利同样是基地的问题人物，自从在飞船上见过生化人老莫后，两人便通过特殊方式秘密联系。老莫步步为营，让心智尚不成熟的史莱利逐渐放下戒备，不仅套取了他的身份信息，还让他相信天才公司偷走了本该属于他的外星样本，怂恿他拿一颗异形蛋还给自己，弥补过错。殊不知，两人的对话全凭白发领队监听，他能随时调取混合人的脑部信息，
这些实验体在公司面前几乎毫无秘密，但白发领队没有揭发史莱利，只是侧面提醒混合人应避免杂念与恶行，不该伤害他人或损害公司利益。可史莱利根本没听进去，当晚就摸进实验室，想帮老莫偷取异形弹，却发现实验室人员频繁出入，盗取难度远超预期，只能如实向老莫汇报。老莫见软的不行，便拿出杀手锏，他找到了史莱利的母亲，以亲人相要挟。听到母亲的声音，史莱利彻底慌了，连忙表示愿意做任何事，只是偷弹实在超出能力范围。老莫见状，降低了任务难度，不用偷弹，带一个人类靠近异形弹就行，届时抱脸虫会自行破弹，寄宿到人类体内，2天后我会接走宿主。史莱利思索片刻，最终答应了这个不合理的请求。而两人的对话依旧没能逃过白发领队的监控。他轻轻抚摸着异形弹壳，瞬间明白老莫的目标不只是盗取异形弹，而是要摧毁整个天才集团。另一边，赫米特彻底放弃了离开海岛的想法。陪伴温蒂的同时，他也渐渐和其他混合人打成一片，时常给他们讲些课本外的事，比如天才公司抢走了汤古公司的外星标本，汤古正联系另外4家巨头企业，准备向天才公司施压。这时，史莱利走了过来，看到赫米特后愣了一下，反问：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兄弟姐妹，为什么只有温蒂的哥哥能留在这里？这句话像打开了开关，让其他混合人也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见到家人，毕竟他们的真实年龄只有10几岁。不过，也有少数人觉得该珍惜天才公司给的新生。温蒂不想参与这种无意义的讨论，恰逢总裁让他去实验室，便起身离开。史莱利却陷入沉思，老莫让自己带一个人类靠近异形弹，眼前的赫米特不就是最佳人选吗？此时的实验室里，温蒂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异形胚胎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似乎在尝试交流。或许是沟通起了作用，培养池中的胚胎开始剧烈蠕动，下一秒竟冲破营养池，胚胎已长成手臂大小。温蒂毫无惧色，尽全力尝试与他建立联系，而异形也没表现出丝毫敌意。看完这一集，最大的感受就是贪婪是人类最大的灾难。天才公司为了在异形研发上抢占先机，抢外星标本，将混合人当作实验体，无视异形失控的风险，一步步把自己推向玩火自焚的边缘。异形的残忍杀戮根本不是人类目前能掌控的，后续必然会遭到严重反噬。这集对混合人的刻画很细腻，不管是状态异常的卷发、被胁迫的史莱利，还是其他有各自性格的混合人，他们都有着健全的人格和记忆，分明就是活生生的人类，却被科研人员当作标准实验体对待，让人忍不住好奇，他们的心智会不会一直停留在孩童阶段，随着时间推移，能不能逐渐成熟？至于下一集，大概率会围绕这几个点展开。史莱利会不会真的把赫米特骗去靠近异形弹？如果赫米特被抱脸虫寄宿，温蒂会如何应对？白发领队监听了史莱利和老莫的对话，他会坐视不管，还是暗中布局？百伊卡对异形的执念越来越深，会不会做出更疯狂的实验举动？而汤古公司联合其他巨头施压，天才公司又会如何应对？这些矛盾一旦爆发，必然会让剧情更加紧张。大家记得要订阅数字美食频道，一起和老高观影下一集的剧情展开。再见，点个关注哦。感谢宝子观看，要记得按时吃饭哦。拜拜。